你知道吗？台湾明明是全世界最会赚外国钱的国家之一，但为什么多数人的生活却越来越有压力？薪水好像追不上房价，物价越来越高，可存款却越来越薄。最近，一篇来自《经济学人》的专题报道，再度把台湾推上全球金融话题的核心，那就是台湾病。今天我要带你用最白话、最贴近生活的方式，完整拆解一个最近在国际金融圈引发热烈讨论的议题：为什么国际媒体认为新台币是全球被低估最严重的货币之一？这对我们的一般家庭究竟是好事，还是正在默默付出代价？先从一个你可能听过的东西说起，大麦克指数。这是一个国际上用来比较各国货币购买力的通俗指标，用同一个汉堡在不同国家的售价来推算货币是否高估或低估。最新计算显示，新台币长期被严重低估，推估对美元的低估幅度高达50%以上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回到理论上的购买力水准，台币汇率应该要比现在贵非常多。这也引出第一个关键问题：如果台币真的被低估，为什么它没有自然升值？答案只有一个：市场力量被政策长期压住了。台湾的经济有多会赚外国的钱？我们来看一个最核心的指标：经常账顺差。简单说，就是台湾卖给全世界的东西，投资海外赚的钱，收到的利息与股利，全部加起来，扣掉我们付出去的成本后，每年剩下多少净赚的钱？近几年，台湾这个数字常年维持在 GDP 的双位数以上，也就是说，整个国家每一年都在对外大赚特赚。如果拿大家常拿来相比的中国来看，中国的经常账顺差大约只有 GDP 的 3% 左右，而台湾却超过 15%。这代表一件事：台湾在全球供应链里是非常罕见的超级净输出者。我们把商品、技术、服务源源不绝地送进世界各地，换回巨量的外汇。尤其在 AI 与高效能运算爆发之后，晶片、伺服器、电子制造三大产业已经撑起台湾将近3/4的出口。这类产业的共同特性是毛利高、技术门槛高、议价能力极强。也因此，即使新台币升值，对这些领先企业的冲击并没有想象中巨大。换句话说，台湾早就不是靠便宜汇率拼生存的经济体了，我们是靠关键技术站上世界舞台。但接下来的问题更现实：为什么台湾人还是普遍没有变有钱的感觉？原因来自3个被长期忽略的结构性代价。第一个代价，你每天都在缴的隐形通膨税。台湾的能源、粮食、原物料高度仰赖进口。当新台币被压在偏弱的位置，代表我们用同样的薪水，却要付更多台币去换同样数量的石油、小麦、天然气与原料。结果就是民生物价不断往上，但多数家庭的实质购买力却在缩水。从长期统计来看，台湾家庭消费占整体经济的比重已经比20多年前下降了将近2成。国家变有钱了，但多数人的生活体感却没有同步升级。第二个代价，资金过剩推升房价。当央行为了压住汇率，长期进场买外币、卖台币，市场上的台币供给就会增加。钱变多，利率变低，这些资金自然会流向报酬率看起来最稳定的地方——不动产。结果就是你我都亲眼见证的现实。过去20多年，台湾整体房价上涨幅度超过4倍，工资成长远远追不上房价，年轻世代被迫延后结婚、延后买房、延后人生规划。这不是个人问题，而是整个金融结构长期累积的结果。
第三个代价，保险体系暴露在巨大的汇率风险中。台湾因为长期贸易顺差，市场上累积大量美元，这些资金最主要的去向之一就是寿险业。台湾寿险公司的特性很特殊，负债是新台币，但资产大多是美元计价的海外债券与金融商品。也就是说，只要汇率出现剧烈变动，整个保险体系的资产负债表就会瞬间剧烈波动。一旦美元大幅贬值，这些以家庭储蓄为基础的保险资产就可能承受巨大折损风险。这影响的不只是金融市场，更是千万家庭的退休与保障基础。那问题来了，既然这些风险专业机构都看得一清二楚，为什么汇率政策长期没有根本性调整？答案来自两个现实层面的拉扯。第一是产业结构的矛盾。台湾最强的是高科技产业，他们撑得住升值，但同时台湾还有数十万家中小制造业，靠的是代工、零组件与中低毛利出口。只要汇率短时间剧烈升值，这些中小企业的利润可能瞬间被吃光，这也是政策制定时最难取舍的地方。第二是政府财政与外汇收益的结构依赖。台湾持有规模庞大的外汇存底，每年光是利息收入就占政府财政收入相当高的比例。这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是极为少见的现象，也让汇率政策不只是经济问题，而是直接牵动政府预算结构的关键因素。针对这些长期累积的风险，国际机构提出的核心建议只有一个方向：可预期、渐进式的升值，不是突然放手让汇率暴冲，而是清楚告知市场未来数年汇率调整的节奏与方向，让企业、金融机构与家庭都有时间重新布局。历史上，新加坡与中国都曾用类似方式完成汇率转型。这条路并非没有潜力，只是需要极高程度的政策协调与社会共识。当然，台湾央行也针对这类说法提出强烈反驳。他们强调，汇率从来不是由单一商品价格决定，而是由全球资金流动、利率、风险偏好共同形成。在金融交易量早已远远超过实体贸易的年代，单靠购买力指标来判断汇率，确实有其局限。这也说明了一件事，这场台币该不该升值的辩论，本质上不是对错问题，而是风险如何分摊、代价由谁承担的问题。最后，我们回到你我最关心的一个问题，这些宏观经济变化最终跟你的生活有什么关系？答案其实很直接，汇率结构决定了你买进口商品的价格，资金结构影响了你能不能买房，金融风险配置关系到你退休后的安全保障。台湾已经是一个科技强国、贸易强国、外汇大国，但如果制度持续停留在低汇率换竞争力的旧模式，那么经济成长的果实就很难真正回到多数家庭身上。未来，汇率政策是否会走向更透明、更可预期的调整？这不只是金融圈的议题，而是每一位生活在台湾的人都会实际承受的结构转变。如果你听到这里，也开始对台湾病感到疑惑，欢迎你留言分享你的看法。你觉得台币该升还是不该升？你最有感的是物价、房价还是薪资？如果你觉得这类结构型议题值得被更多人理解，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我们下集继续一起把复杂的世界用最白话的方式说清楚。